今天是4月30号，也是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山东黄金这只港股，也是之前粉丝留言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品种。通过波浪的一个复盘，我觉得山东黄金这只港股后期向上的空间还是有的，并且目前多头的走势并没有结束。虽然最近1-2周时间里面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在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上涨当中一个良性的调整而已。那么后期极有可能会突破2022年7月底的高点，也就是27.30港币。那下来我们通过这个波浪形态，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得出继续看好后市的一个结论。首先从它在香港上市以来，是在18年开始上市就走出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的一个形态，那代表这个行情的多头是已经开始启动了。这当中也是完整的1、2、3、4、5波完成了上涨的第一次的大趋势结构。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定义为它暂时是一浪，之后从这个2020年的7月底一直持续到2024年的2月初，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这个漫长调整过程分别走出了一个回撤的第一波走势，这是一个 A 浪，一个3波的反弹走势，这是一个 B 浪，最后再来一次破位下跌，这是个 C 浪。整体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作是它完成了大级别调整的一个3波调整 ABC， 也可以升级为更高一个级别的，可以认为它是一个2浪。只不过这2浪从它的调整幅度来说，包括从它调整的一个时间跨度来说，都是非常满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调整它是直接回撤到了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才完成了这个完整的3波走势。那么从这个2浪的低点来说 10.98 港币，它已经进入到了新一轮的上涨周期内，而且这个上涨周期和之前的1浪是同级别的。这其中内部也可以继续细分，我们可以看到从 10.98 港币开始，这是完成了新一轮的上涨第一浪，先定义为3浪1，然后出现了一个升幅回撤3浪2，目前就是处于这个3浪3当中。当然后期随着这个调整的幅度以及时间跨度的升级，此处的调整也有可能会升级为3浪4。3浪4的调整结束之后，必然会面临一个上涨3浪5。所以说无论当前是处于这个3浪3的末端，还是说3浪3已经走完了，那么短期这个调整结束之后，都必然存在再一次的向上运行。那么此处就是存在2种可能性。那我们下来一一来说，先标注一下3浪1、3浪2，当前的位置3浪3有没有结束？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后期会面临一个3浪4的调整，然后再出现一个3浪5，3浪5一定会创新高，并且极有可能会刷新之前1浪的高点，也就是27.30港币这个高点。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周期切换回天图，从当前这个天图走势来看，内部的运行形态1、2、3、4、5、6、7、8、9，由于整体的预期是已经将要出现9波，那么已经大于之前所谓的常规所见的5波形态。那么这里这个3浪3极有可能会运行一个延长浪的一个形态。那通过我们划分最近的一笔这个上涨形态的它的一个回撤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回撤到了黄金分割 0.382 到 0.5 这个支撑区域之间了。此处是存在一定的支撑这个多头再次反弹向上运行的，这是第一种划分结构。第二种，那我们就开始往回推，倒推的结果就是这个3浪3全部走完了，咱们也不去纠结它内部次级别的一个结构，就是3浪3整体全部走完了。那此处是面临一个3浪4的调整，3浪4内部的 A 反弹一个 B， 后期可能还有个 C， 下方的支撑是在 21.50， 也就是 0.382 的位置。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区域其实非常的接近，基本上是重叠了。刚才所说的这个区域是处在22到 23.1， 所以我们通过以上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目前
山东黄金在近期的一个调整，它是已经进入到了下方的支撑带了，从23.1块到22到21.5块，目前向下的回撤空间是越来越小，反而此处向上反弹或者是反转再次创新高的空间是越来越大。那么因此我个人认为山东黄金回落至此，在目前的这个位置附近，它是机会大于风险的。所以说如果你是之前已经持有相对低位的一个仓位的话，那么可以继续看后期的一个新高。当然以上所有的走势调整它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在短短1-2周之内就完成，这个心理的准备你一定要做到。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山东黄金整体的涨势，它可能也是受到了部分国际黄金或者现货黄金上涨的一个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它短期的一个利润大幅提高，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从以往投资的角度来说，股票关于黄金股的这种一般是选择性是排在最后的。从回报率来说，那首先我们应该选择的是什么？选择是国际报价的，比如现货黄金、伦敦金这类品种，其次才会选择国内的上海期货交易所或上海 TT 交易所的期货黄金或是 T 加 D 黄金，再其次我们应该选择的是实物金一类的，比如电子盘，比如什么积存金、银行的金条这一类，最后才会选择这种类似的黄金股。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第2个品种的波浪视频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后期我们会选择当中结构清晰、波浪形态完整的品种，以视频的形式一一分享给大家。好，今天上午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